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来聊聊荷兰一个很知名的二手拍卖网站 Marketplace。然后你们噔噔，啊，没事。好，它其实这个字好像就是二手拍卖的意思吧？拍卖市场，对，这样是一个单字。市场平台之类吗？对 ，Marketplace。因为我第一次用，觉得太奇葩了。怎么说？很不适应，很难习惯。是吗？对，所以想说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概是怎么使用。对。你不习惯是说它的市场，还是它的用法，它的 UI 之类的？用法吧，跟我们预设的观念跟想法不太一样。好哦。因为在台湾，如果是用这种拍卖网站，例如说以前的露天拍卖、雅虎奇摩拍卖，现在有什么像拍卖？现在都虾皮了吧？虾皮好像也没有拍卖那种竞标那种。不会，因为对，好像没有没有。那以前用露天啊、雅虎奇摩拍卖经验，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拍卖平台。对。然后你大概就可以想象说，起标价多少钱，然后每次竞标多加多少钱，然后什么时候结标。我好像也没有真的用过那个功能。对，那大概就是真的是一个拍卖网站，然后你可以想象加钱，然后时间到就会自己结束这个拍卖，然后谁得标这种感觉。现在台湾好像我不知道对啊。对，那是我们对一个拍卖网站的想象，大概是那个样子。所以一开始用这个网站就觉得很奇怪，看不懂它到底怎么运作的。对，那我先讲一个最重点，讲完这个重点，大概这影片就不用看，就后面不用看了。对，它简单一个重点就是，你不要把这个网站当作是一个拍卖网站，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抛广告的地方。好，然后它的界面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图片，它其实每一个图片其实你把它想做就是每一个是一个广告。它首页看起来不是很美丽耶。对，还有例如说我们今天随便打一个 bike， 它其实是荷文的啦，帮大小包打，那所以它可以英文应该是不支援。那你要打的话，你要打荷文。对，要打荷文。那可是 bike 叫 bike 吗？不叫 bike， 它叫 fit 啊。对，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人有打英文，所以我搜寻得到。原来是这样。不然原则上你要打荷文。对，要打荷文。然后好，这边就可以看到卖家的评价。直接翻成中文，还有做一次交易，然后是5颗星。那通常你会？他18年前就注册。通常我的确会看他的评价，然后大概6、7个以上，我觉得就蛮难得的。然后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这个人等于说这个人卖的东西有6、7个人就给他买了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讲一下，就是因为在荷兰这边二手市场是真的很普及。以前在那个 Facebook 不是也有一个很像卖东西的拍卖的那个分页，从来没用过，而且之前对他的印象是诈骗。对，像台湾的还有吗？有，但是我们没有在用，印象中都是诈骗。反正就觉得是诈骗，一点不想点它。然后，可是这边就很普及，对，蛮多人在用。就是你当然还是会筛选一下，然后当然诈骗也是会有。我觉得不知道叫诈骗，还是说可能图文不符吧。但这边来说，二手市场真的是蛮普及的，就是大家可能东西也贵吧，大家想说这东西。反正也用一下就不用了，对，就去二手店看看有没有便宜的，然后反正就可能用个一下就可以再汰换掉之类的。所以相对在欧洲二手市场是蛮热络的。对啊，而且东西就可以，其实另外一方面选就是东西可以一直传承下去，然后你是卖家，你就是可以从中也再收回一点钱嘛。那买家的话也是，就是如果真的成交就是 win-win 啦，不会浪费。对啊，不会浪费。好，这边大概看到就是这个用户。他注册多久了？然后这边写他是商业卖家，这不是刚刚也有吗？也是商业卖家。对，他商业卖家的意思就是他是真的有店家的。简单说，他就是要被扣税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这个卖家，他是真的有注册一个公司。就是他是一个公司在卖，他不是一般的老百姓。就是不是我们像这种，对，突然家有什么多什么东西，对，所以他的买卖可能是他会被扣税，就是有发票，真的是有营收那种，对，有登记营收的。所以在这边我特别补充一个状况，像上次我买电脑，我看到好几个账号好像卖的是同一台电脑，或是同样的东西，因为他用一样的照片，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这样你这么多账号，然后大家卖一样东西是诈骗，是怪怪的。然后我后来实际去跟他面交的时候，我有问他，他说因为他如果一个账号po好几个电脑的话，会被识别为商业卖家。对，就系统有把它挡住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他可以拿到那么多电脑？我不知道，他就刚好2、3台要出售。一个人可以用2、3台电脑，然后可以出售。还好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。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偷来的。无所谓。好吧。反正都有记录。好吧。OK， 对，所以商业卖家大概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再来看到这个
它翻译叫做传送，传送就是那和文是什么？我看看原文。这个就是它是 deliver， 就是寄送的，它没有支援面交。这边就是卖家自己补充的描述了。OK， 大概这样。描述这个商品吗？对，那我们找一个有竞标的好了。好像举个例子，假设像这个硬碟，这是一个自己私人卖家在卖的，然后他这里会写说，用什么方式邮寄，然后那个运费是多少钱。然后像以这个为例，它就是有提供面交或者是邮寄。然后如果要邮寄的话，费用在这边。然后现在上面有一个术语 KK，KK 的意思就是这个运费由卖家出。科科。对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卖家保护的东西。卖家保护的意思就是，身为卖家，例如说这个东西卖100块，我要多付5块钱，这样我有一个保障就是，我如果收到东西有问题的话，就可以说我不要拨款。等一下，你说卖家卖100的话，是买方这边多出5块钱，多出5%，对5%，多出5%，然后是说，就是这样我就可以等到收到货，我可以多一个动作说货没有问题，拨款。你付的钱会暂时存在这个平台的第三方的账户里面。多出5%，不是蛮多的吗？对啊，5%蛮多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平台就是赚这个钱。5%很多哎。对啊，买家保护。然后你看到有些商品它并没有买家保护的这个功能，可以选。对，那个是由卖家决定的。卖家他今天可以决定要不要开这个功能给买家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卖家跟我说，他觉得这个平台的诈骗太多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开这个功能。因为有些买家他收到货明明就没有问题，但是不拨款。东西拿不回来啊？反正就很麻烦。我不确定后面怎么进行？对，但就很麻烦。我觉得这个平台蛮考验人信任。对啊，那个如果一旦臭掉就，对，就不太会用了吧？对，像上次我买硬碟啊，然后我是选邮寄，我问他说，那邮寄如果运送过程中坏掉算谁的？然后那个人跟我说算买家的，因为他有提供面交的服务，那寄送他会尽量把它包好，但是运送过程有问题算买家的。然后在那个情况下，买家就你这边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说，虽然我不是很同意你这个观点，但我相信你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没有用买家保护了，对，因为我说我觉得即便发生问题，我也不会说不拨款给他。对，现在你看到这有一个出价的过程，他一开始开价是45块，然后有人往上加，那我不会自己在那边加？可以啊，他就自己加，因为这个出价其实没有强制性，这很奇妙。这个就是我刚说，它其实是投广告的平台。例如说，我现在可以55，然后我出价，然后出价其实它会没有登录，它会先跳一个好像你要传讯息给卖家的那个画面，对，然后告诉他，我现在出55，那什么时候结标呢？你会找不到，你找不到什么时候结标，任何一个都找不到结标时间，对，没有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结标时间。它这个出价的概念是说，今天我出55，卖家收到这个讯息，有人出55，我觉得这价钱差不多了，到我想要的，你们就彼此互相联络，然后透过里面的私讯说好成交。这么诡异哦。对。那按照如果卖家都很久才去面看，想说反正可以慢慢放，然后后来等它越来越高嘞。可以啊，如果你是买家，你很急就自己私讯他。那如果买家就是出价以后，然后卖家说还不错，然后跟买家联络，买家可以说不要吗？可以啊，因为这没有什么强制性。对啊。可是问题是那这样的话，但他不是已经到那个价格，他可以再联络下一家吗？可以啊。就也是。它就是一个播广告平台而已，它完全没有什么。就是它连你开始传讯息嘛，说我要买，那接下来怎么交易？交易的话，你可以透过平台的付费，就类似他有他自己开 ticket， 然后你点了就付钱这样子。那这样子会多扣一点点的手续费，忘记多少钱。那你也可以私下交易，就转账，都一样，那没有什么特别额外的保障。这如果是我以前做的案子的话，它不就像一页式公告？它右下角会跳出，说谁叉，然后前1分钟，然后交易成功之类的，这不就很像吗？然后这，然后交易成功这样，没有，就是一个很没有功能的。有它功能就是投广告，然后大家彼此知道这讯息，有人要买这个，然后现在喊到多少钱？我有看过人家随便 key 个天文数字上去，然后你刚刚那个 list 就很好笑，那个就是没有意义啊，它也不会成交。好哦。对。
那就这样吗？啊，左边的页面什么的，你不是讲一下那种筛选的，就是这个筛选其实应该刚都讲过，第一个就是价钱嘛，然后下面这个就是它新的还是坏的，连坏的都可以卖，然后直接购买价就是一口价，对，有一口价的，然后这就是面胶啊、邮寄啊，然后什么时候 PO 的，这平台就是，所以开始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啊。这平台谁会用啊？我用过3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时候你要怎么买，因为我要买二手电脑，你还真的不知道去 Facebook 那个。哦，那我有稍微看过。对，那高单价的东西当然都是建议面交了。像我们的这个麦克风就是上面买的啊，这麦克风也是吗？对。哦，是哦，哦，就是那种比较3C。好，那我再分享一个很神奇的东西。还有什么？你看这网站。怎么了？这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另外一个网站，名字完全不一样。这可靠度？这到底可靠度高不高？来问 ChatGPT。没有，我那时候有看到这网站，吓一跳。然后呢？它是比利时版的啊，可能是同一个公司，但功能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你在荷兰可能找到东西找不到，你可以去比利时看看。因为反正蛮近的，可能还比较便宜。呀，有可能。那你面交界距离也不一定比较远。对，其实也是。对，所以你荷兰的找不到，你比利时可以看一下。所以它模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很神奇的网站。这应该是子母公司的概念吧？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我们，就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See you，拜拜，拜拜。